妈收破烂光收一些稀罕物，天天嚷着自己要发财了，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给我看看嘞。哎呀，这一兜子啊，如果是黄金的话，确实是不少值钱。可惜啊，我这看着也不是黄金，收破烂确实有时候能捡漏啊。但是你这个银元啊，如果说按那个废铜烂铁收来了，那都是天漏了。你还真别说，上次俺妈收回来几十块银元，几十块。对，那黄澄澄的收了几十一斤，原来那不是黄金啊。那这不是黄金，外边应该是一层镀金，具体是啥，我这还真跟你说不了。你这几十块银元，这都是收破烂收回来的，我再细看一下。不过看币的话问题不大，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那你这一次赚大了。实不相瞒，这些银元啊，在俺家里放了好多年了。俺妈一直都让我来看看是真是假，我也没有时间，放了10几年了。在家放10几年了。那确实。哎呀，不知道真假，在家放10几年，就是时间点赶得很巧。前一年啊，这银元非常便宜，那时候一块才几十块钱，带笼的话也都100多块钱。你现在卖的话，正是时候。我看你这一块湖北龙，这个味道特别好，可以说是五彩的褒奖。可惜啊，就是这个笔面，你看带了有戳记，这个戳记啊，就直接影响它的价值了。本身湖北龙龙鳞都不是太好，你看暂时卖的话，也只能算是一块味道笔了。整体状态还说得过去，正好这个龙面这一块啊，字口还是比较清楚的。现在估价的话，2000块钱绰绰有余。2000，对，我想也是龙阳之前，我还专门挑出来几块。这一下子卖1万多啊，还真是发一笔小财。这个龙阳主要是看品相和板类，如果说你这个品相啊不带戳更好一点的话，它会更值钱。而你拿过来的这5个啊，这都是云南半圆龙，你看它的大小比刚才这个湖北龙正好小一半。湖北是7002分，它这个是3006分，也可以算是龙样。不过这是云南的新龙，也就是民国那时候铸造的，它这个含银量比普通的银元要低很多，存世量特别大。本身你看它这个品相就是做工不是太好，所以说目前啊，它也算是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吧，一块也就200多块钱。5块才1000，没想到差距这么大。今天也算是见识了。你看其他的吧，估计这几十块也不少值钱。你说的很对，无论任何银元啊，它只要一多，对吧？它这个价钱都上来了。剩下的这都是一些普通的大头，这个大头啊发行量比较大，是那时候民国的主流货币。对吧？但是这个大头啊，你看现在也是玩银元的一个基石，它这个价格直接影响着这个行情的高低。我看你的整体品相也不错，也算是通货吧，不知道里边有没有啥好板。笼统的给你算一下的话，你这差不多我看有40-50块，差不多卖个好几万，应该是没啥问题嘞。这差不多好几万了，看来俺妈确实是捡大漏了。10几年前好像是几百块钱买的吧，足足翻了几十倍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10几年前的几百块当破烂买回来了，那确实赚大了。不过玩银元也算是一种投资，你10几年前那个时候啥都便宜，如果你现在不缺钱的话，我建议你还继续放着，以后说不定越来越值钱。我就不放了吧，在家里放了10几年了，正好父母年龄也大了，给他们买一些生活用品，剩下的钱让他们养老用。那确实养老够用了，那几万块钱现在咋说了？这现在父母辈的他们养老足够了。我看你这里边应该也带板，我等一会儿给你细挑一下，全部都给你细算一下。这个东西你还拿回去，这确定不是黄金，好吧？我给你算算吧，懂吧？500块钱收回来3斤破钱，我系列都挨个试过了，这该不会是白铜吧？你放的时候轻一点，这哪是啥白铜啊？用吸铁石吸不住啊，只能说明它不是铁嘞。这些都是老银元啊，这哪一个看上去这都是一眼开门？3斤500块钱收回来了，你这是捡大漏啊！我告诉你咋来的吧？我昨天花500块钱收了一个破保险柜扎铁卖了400块钱，里面装了有没有好东西？一称几十斤。这一个福袋的发现是3斤的东西，我想我的运气也太差了吧？用吸铁石一吸，结果还不是铁，活是白干了到最后也没挣到钱。想着这3斤白铜的，你说这都是银元这一堆3斤能卖多少钱？
哎呀，这个银元啊是按个算的，可不是按斤称的。你这相当于500块钱，已经收来400块钱的本钱了。这3斤银元也算是100块钱入手了。这个价钱，说实话，已经刷新了我们收获的最低价了。你就是往推20年，对吧？也不带有那么便宜了。我先给你数一数这个数量吧。你这都不用数了啊！100块钱收来的东西啊，你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多一块少一块都无所谓。哦，你就给我说这3斤东西能卖多少钱嘛？这看来你是对银元真不懂，我就随便给你拿出来一块吧，好吧？好，你看这种就是8年的冤大头，在所有这个发行过的冤大头嘞，它这个年份啊是最少的。知道了它这个发行量之后，再来看它的品相，全字口，无伤无戳，8年3倍。8年3倍的基本特征就是8年的正面，背面的夹壳用的是3年的板，你看它这个地方不是空心眼啊。这个8年3倍啊，就是民国那个8年冤大头在排版的时候所用的一种模具。目前这个状态大盒子能给到45分没啥问题，就目前你这个状态给到你4000块钱绰绰有余。一颗银元能卖4000？对。老板，你没有看错吧？没看错，这确定不是乱报价吧？那不会。那照你这样说的话，你还是给我数数吧。啊！没想到我100块钱买的，一下子这么发财了。你也不要着急，我给你一块一块数数也是可以的。剩余的这银元啊，说实话就卖不了那么高的价位了。我看这里边就这一块8年冤大头而已。老板，你这看我是不懂，别忽悠我吧。没有。第一块你给我说4000，那为什么剩下的不给那么多嘞？你再给我讲明白了这个事儿。因为你对银元不了解，现在收藏银元啊都是看它的存世量。冤大头一共发行了4个年份，3、8、9、10，这4个年份最少的发行量是8年，余下的3、9、10这3个年份发行量就比较多了。现在都讲究1币1价，能卖多少钱完全是看状态。你的这些状态，实话实说，这都不错，在我们行内啊，也只能算是通货吧，无伤无戳，但是有这个流通痕迹。我看你这边差大概有50-60块吧，一起算下来1200一块，6-7万块钱还是有的。你这话说的我不太相信。一份4000的，一份1000多的，这明显差距太大了啊。还有就是我得多打听打听价钱。没事的，你多打听打听，行情也是对的，毕竟你这些东西也比较多。还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你说。这个500块钱收来了保险柜，一下子砸出来价值那么多的这个银元，你是不是已经知道它值多少钱了？你要不要寻找一下失主啊？老板，你看你这话说的啊！我500块钱收银元，我卖了400，那100要万一我砸不了那银元，那100我找谁要去？我不是亏大了吗？那是，你说的也在理。行，这个干生意也都不容易，也不能白忙活，要不你再找其他人再打架，因为你东西比较多，好吧？具体咋办你自己看着办吧，好吧？我再看看。哎，今天心情好，卖你20斤银元。今天心情好，我都需要2万块钱，我想给你抓一把算了。听你说这意思，20斤随便抓一把啊？对，俺家嘞几千斤、几万斤都有，可以这样跟你说啊。俺家嘞最不缺的就是这玩意儿，我每日都卖去。说实话，我没有上班的那些命，知道不知道？这都是祖宗留下来的财富，叫我这一辈子都衣食无忧。看来恁家过去是大户。那大户、小户咱不敢说，都是银元多。好，我先给你清点一下数量，总共是23块，你看对不对？反正我随便给你抓了，你也在这数了，我也在这看着了，对不对？数量肯定你不会说藏起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你不急用钱的话，我不建议你买家传的东西。我不用多，都用2万块钱，够2万块钱就行了。那这绰绰有余了。都买你那样吧，看你也给你投缘。银元具体能值多少钱啊？还得看他们是什么版。你的这银元说白了，已经都清洗过了，具体是啥版，这一看都能看得出来。重点还得找不一样的。你看咱普通人家啊，基本上家里边的版都是这种中央版，中央版比较多。但是它这个，我跟你说一点啊，这个清洗是我自己清洗的，我家里买了一个洗鼻水，我自己都会洗了。那是。就拿这2个为例吧。你看这个中央版和这个甘肃版，你看它这个圆字、贝字这里开口了，这个夹盒也不一样，包括它这边耳朵、眼皮都是有区别。都像这普通的甘肃能给到你1600，普通的大头能给到你1000，
说实话，你给的这个价钱啊，我都已经很知足了。要搁以前我三五百一块都卖了。哦。但是你今天给的这个价钱，我感觉都比上个月低。300-500应该是好多年前了。知足啊，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这说明你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5年前大头的价格确实也就是几百块钱，但是现在涨价了，咱也不能按以前的价格来算，对吧？你就拿这个甘肃来说吧，好吧？你看这个去年，这是大家比较热门的炒作的一个币种，好币一币难求。甘肃在去年都跑哪去了？你市面上有一块都被大家高价买走了，所以说甘肃去年和浦东大头一个价，一下子升值2倍，这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但是现在没有人炒作了，它的这个价格又被打下来了，而且这个其他大头也一样，价格有波动，这都很正常。你拿上个月的价钱和现在对比，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请问你上个月一块卖多少钱？一块卖3000，才1个月而已，价格管错那么多吗？3000一块。对。你别给我开玩笑了，你这些大头说实话也都是普通的通货，大头能卖到3000啊，大盒子的话必须得是一个冠军分，能达到65分。说实话，要么你得带个班，你甘肃的话也得是一个甘肃金发大扣，普通的也得是一个酒精，能卖到3000。所以说，我觉得你这里边啊没有卖几千的这个潜质。我建议你啊，这银元还是拿找别人再打架再说。好，不打了，我忽悠你的，知道不知道？我3年卖了一块是一个龙阳，知道不知道？卖了龙阳。对，和这些大头一点关系没有。那你这样说的话，那就对号入座了。对，给你开个玩笑。其实这个玩银元啊，这个大家都懂。大头在这个所有银元里边，这个价格是最硬的。说白了，一块你买卖。利润也就80块钱，你这个即使所有的银元下跌，大头的价格它是跌的是最少的。整个行业呀，大家都被大头称为这个银元的风向标，就是大头涨其他的价格也上了，大头跌，其他也都下去。所以说你这一签一块，价格也不是给你乱报的。全部都给你看完了，整体品相说白了属于老稀。好在这个银元上面的这个包浆没有入股，除了有甘肃版之外，这几块还有几块那个串样我也看了，也都是普通的版，不带啥版。所以综合而言啊，你这银元应该是挑过了。我就想问一下，你这23块银元，我刚才给你报这个价，你看你出手不出手？出手。你给的价格合适。行，那你要是合适的话，我都给你细算一下。好，走。好。我小时候2块钱买块银元在我手里放了40年了现在都是不舍得我再卖了。2块钱买了银元，而且还是一块8年的冤大头，在手里放了整整40年了，这几个咋舍得把它卖了？我这是急用钱，实在是没办法了，迫不得已才把它拿出来的。在手里放了40年，不是急用钱，谁也不舍得卖。银元的功能啊，就相当于黄金，你急用钱的时候啊，可以随时变现。以前2块钱买了，你放到现在肯定是赚大发了。40年前2块钱可值钱了。那是嘞。那时候我1个月工资才6块钱。心一横就买了。心一横就买了，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银元啊。花了1个月1/3的工资，你这是妥妥的丰厚回报啊！有多少回报我不知道喜欢银元不分男女，就是喜欢。每天睡觉习惯性的都在摸它，你知道不？那是嘞，这个爱好银元确实是不分男女，玩的就是一种文化气息。这看出来了，你这个银元确实是天天摸。别人的银元都是灰不溜秋的，你这个摸的明光照眼的。人家都说了，缺什么买什么。对。小时候俺家里没有钱，看着人家玩，我也想玩，就买了。那是嘞，你都是包括现在啊，这家里边有银元的，毕竟也是少数。你现在很多这个80后以上的人啊，基本上都没见过银元，你更别说他们知道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了。你的运气还不错，你买的是一块8年，8年了无所谓，看这一块能不能卖1500块钱，我真是急用钱。1500，看来你真是急用钱。这普通的冤大头啊，像这个品相的还卖不到1500。你就当我这个品相是好品相嘛，你就给我1500块钱就行了。你别误会，1500要的价钱确实不高，因为你对这个银元不懂啊。
我来简单来跟你说一下，这个袁大头啊，它发行的年份有3、8、9、10四个年份，4个年份呢，它这个发行量最多的其实是3年，9年、10年次之，发行量最少的就是8年。所以说，你目前按照它这个市场价而言的话，一块8年的大头啊，最少是2块其他年份的价格，明白吧？你的意思是一块顶2块？对。比如说1500乘以2。对。可以给我3000块钱。你这接的很对，理论上来说啊，可以这样认为。行吧，3000就3000吧。我也没想到能买那么多。你先别着急啊！你看我这话基本上都没说完。银元能值多少钱啊？完全要看它的状态和版。8年大头虽然说发行量少，但是它的这个版啊也是最多的。你的这个，你看是纽口罩，空心眼。你细看夹盒这里，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缎帽。缎帽的话，它都比较有意思了。它这个花字是田花，它这个点儿呢，你看这个年字的点儿是被我们称作为1点年。它这个版的这个8年大头啊，整体品相都属于全身的。你这个壁面有少许的这个流动痕迹应该是你把玩的时候碰着了，这些都属于正常。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市场价在4000以上完全没问题。4000？对。你再仔细看看说不定还能多给点嘞。稳住气多打粮食。稳住气多打粮食，说白了，再看都这样了。因为这块币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你40年前说实话2块钱买的，你放到现在妥妥的2000倍的这个利润回报，可惜啊。你就买了一块，实在是太少了。确实太少了主要是我不懂。谁知道能买那么高的回报那是嘞，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你要是真是多买的话，你说不定你放不到现在了。早些年涨价的时候，你可能都卖了，对吧？你不至于今天你急用钱才过来买它。咋弄？你是继续放下去还是变现？不放了，出了吧。那么高的回报我也满意，心满意足了。那是嘞，那行，那我给你算上吧。大家好，最近很多朋友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在新娘下车之前，总会有2个人一前一后打着麻结火，挑着烧红的梨花，还时不时地把醋倒在梨花上。这样的镜头，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见过吧。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梨花。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梨花是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发明的。梨花是最早的农耕工具，一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我国农村一直还在使用。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大型机械已经代替了梨花，现在在农村也很难找到它的身影了，保留下来的确实很少。现在收藏市场买卖梨花，有一大部分都是为了给结婚的新人准备的。现在5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认识梨花，这也不奇怪，因为使用梨花的年代已经消失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份记忆。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新娘坐的花车到新郎家大门口，或者到酒店门口的时候，几个同辈人在前面举着点燃的麻结火，后面挑着烧红的梨花，围着花车绕3圈，为新人的新生活驱邪去污。我觉得这样的文化传承，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让更多的国人了解梨花，了解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这样的梨花才显得更有价值。好，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喜欢老韩大哥视频的朋友，记得加一下关注。有什么关于收藏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大家好，这个戒指呢是一位网友给我寄过来的，这是他剪的戒指，让我来辨别真假的必须要给他拍一个视频。今天呢就照着他的意思来拍个视频。首先这个戒指我拿到手第一感觉特别轻，先给您称一下重量4克左右。一般这个如果它是黄金的
它的重量应该有8克以上啊，现在只有4克。我第一次给您说的时候，您说它可能是空心的啊，您说这个损坏也没关系，其实这个戒指不是空心的啊，你看它比较硬，我用手都掰不动。一般要是黄金的话，它会很软，你看比较硬，只有用这个镊子才能捏得动啊。我们就照着这个破坏性的来给您拍啊，反正这个拍完视频之后呢，我把这个戒指还给您寄回去啊。你看啊，要是黄金的话，它应该有一个钢标，这钢标也没有，然后重量特别轻，而且也特别硬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而且它这个颜色呢也非常的不对，大家可以看一看，通过这颜色非常的浅啊，真的是非常的浅显。最后呢，我们就要上火了，我用打火机吧，好不好？为了不更多的破坏它啊，回去说不定您还能戴。然后用打火机烧了之后呢，我们不把它烧红也行，把它烧黑或者烧化啊。一般这个打火机的温度把它烧不化啊，烧黑之后啊，一般我们黄金的话，你就像这种情况，你烧黑的话，它可能会还能擦掉，但是它这个估计是擦不掉了。一旦烧黑，它这颜色就变不回来了。为啥呢？它外面的这种颜色呢，都是镀上去的。我们用水蘸一下哈，用水蘸一下，防止烫着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这个颜色啊，你看一层黑色的，它是那个打火机的一个了黑了，但是再刷也刷不亮了。你看它这个颜色，如果是黄金的话，它这个地方会和这个地方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地方呢一直是黑了，就变成浅黄了，就露出它本来的颜色了。因为它外面这一层呢是电镀上去的，你看它的真身就露出来了，看到没？就这种浅黄色的，本身铜的颜色就是浅黄色，看到了吧？这个呢，如果整体烧的话都是这样子，如果烧化的话，这个戒指你就不能戴了。我觉得鉴定视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啊，为了不破坏它啊，回去呢您还能留个念想，就到此结束了。你看看，我有个东西，你看看能值几个钱？能值几个钱？哎呀，这个是银元啊，中华民国21年。是的，过去放的老的。3鸟。放好几十年了。哦，放几十年了。你能说说这银元在哪弄的没？咋弄的？我小时候俺娘家说这搁着呢，说解放了以后都是地上这么捏。哦，地主。这么捏都是。反正是有。反正是有银元。有庄的，有地的，有银元，有钱。那是。这最后嘞都是，那都是那。都换走了，最后银元。行了。留下来。不管用了，不管用了，最后来咋弄啊？这兑换的，1块换1块，公家都是公家银行收走了。1块换1块。那个时候你大概有多少年了？多少年？我小时候我10来岁，你说？今年70、80岁了。我80多岁了。那几十年了，快60几年的时候。1块换1块，最后来用舍得换完。留下点，留下10来块，10来块，最后来，比如弄啥嘞，干着了换1块，换1块。那时候1块管换多少钱？那时候1块俺那时候都朝上来都进了，换4块。1块钱换4块钱？换4块。1块钱换4块也没换完，这毛这1块。留1块。毛这1块，我叫你看看，现在值几个钱？现在能值多少钱？我跟你说啊，大姨，你这今年是80多岁了。年龄也挺大，就是咋回事吧？这个银元啊，要是真正是你，70、80年前留下来的，这块银元不少值钱，估计最少得值不说多吧，就这个品相 MS 级别，能顶个50、60万，就它。那知道那时候多留点嘞，谁知道哎？多留点。那时候光知道不管用了，光知道不管用了，要弄啥？那是。今入出去个，明入出去个。那对。不过话说了，你这块银元我看着不咋样，这可不是过去的呀。你看你这银元边齿有点厚啊，你看而且还特别规整。这确定是你以前放的呀？那我这21年，说实话，这个是属于传样，当时发行了21、22、23、24，21年，
和24年基本上都没咋发行。24年是属于试铸币，21年当时没有咋流通，发行量很少，物以稀为贵。但是你这一块啊，你看这包浆，一看都是现代的东西啊，这没有一点流通痕迹。你比如啊，你放7、80年了，它应该是包浆，应该是一眼开门，它得有那过去的包浆。你这一看很新，是不是别人给你换了？家里边人是不是叫你以前放了那一块给你卖了？你看说不了，这家晃了，晃了，说不了了，说不了了。你这一块那大姨，我不说多，给你200块钱，银子确定是银子，你听听声音，听听声音。银子，确定是银子，但是对，确定是真银子，但是这不是过去的银元。对，银元，对，这是现代的。现代的工艺品，过去的啥样？真银假币，过去的啥样的？过去的跟这区别很大。过去的不也是银子吗？那过去的是银子啊，最少了你管卖个7、800，一般都管卖个1000多。但是你这个是现代的，就可能别人买了之后，叫你那个真的给你换走了。很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是真的，可不得了。咋弄？这个你继续留着还是换200块钱？换200呗，换200带200是吧？我年纪了，我那是那行，我给你200吧，好吧，200块钱也不少给你。因为这真银是吧？真银假币也没啥意义，没劲晃了。那行，我给你算上吧，我给你算上。年纪了，我还晃。那是，别回来再放丢了，200块钱也没有了，是不是？对。好。不晃了。好。我这7、80多的人了，那是。行，我给你算上啊。哎呀，我投到年了，看看我这能值多少钱全是20文的铜板。哎呀，这还有嘞，老板，看看这嘞。哎呀，还不少嘞，怪你这怪得有100-200斤嘞。这100-200斤，那有，那也不少。这是11年肉，俺爷收破烂收嘞。收破烂收嘞。对，那收的便宜，几毛钱1斤。按铜价收来了。那按铜价都论斤收来了。那确实不少。这个铜涨价了，和这个铜板铜钱没任何关系啊。你看你老板，你咋说这话那普通的铜都涨价了，我这几十年的老钱，它肯定得比那贵啊。你这个思想观念得改变一下。人家虽然说是收破烂的，但是，这个东西啊，它和银元是一样的，知道吧？它不是说不能当铜卖，知道吧？具体能值多少钱，还得看品相，看版面。我的品相都是好品相。这最近也不是发多了吗？需要的钱，然后都是身体不好了。然后他这东西可能他也没有时间去卖，他年龄大了弄不动，我都给他买回来了。他都那些东西搁一块4000块钱给他买回来了。200斤4000块钱，20块钱1斤当铜也是买回来了。那我也是当铜给他弄来的，反正想说，你给我看这东西顶不顶4000块钱嘛？好。很多人啊，把这个铜钱铜板当铜卖，主要是不懂。你看，在过去啊，这些铜钱它的存世量说实话比较大，很多人都当铜卖了，就是为了清理家里边的地方，你知道吧？挪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在过去大家这个对铜板啊不是太懂，主要是大家的生活条件不是太好，有的吃饭工作都成问题了，哪有时间买这些东西玩，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些铜板铜钱越来越少了。咋说呢？有一定的投资属性了，所以说这个铜板现在都按个卖了。就像这样的20文铜板，我可以给你开到5块吧，这品相也不错。这个卖5块钱一个。对，按个卖。然后这个是宋钱，因为这宋钱是这个铜钱里边最不值钱的。给您按2块5一个。如果说这要是清钱的话，估计或许会带几十块钱。你先别说了，老板，你先别说了，2块5一个是？对，2块5一个。这5块钱一个。对，这5块钱一个。这我这有，将近有小万8个。小万8那都5万。5万吗？对。这有1串3000，这4串多少嘞？没有3000吧，有300、30百啊。这是反正4串好几千个嘞。好几千个，那都也都1万8块，那5、6万下来差不多5、6万，但具体得值多少钱再说，知道吧？我这4000块钱的不是现在卖5、6万吗？那是啊，我跟你说，这个铜钱啊，这是20文的，这铜钱分10文、20文、50文、100文、200文，每一个品类当时的发行量是不一样的。你别说了，老板，
你这是我这那个，其中呢还有大部分在俺爷手里的。还有多少斤？还有1000多斤。1000多斤，全是铜板铜钱。全用铜板铜钱。他以前收过来，全部存放着，都放在一个屋里。那可以，我跟你说吧，刚才就按我跟你说的，这铜板铜钱分类不一样。老板，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收那么贵这些东西，你都卖给谁了？哎，这我这儿的太多了。放心吧，我只有办法卖出去。银元这个东西吧，因为它是有市场的，因为现在银元太贵，银行价格就偏高，铜板经济实惠，种类又多，能满足大家的这个好奇心。所以购买这个铜板的呀，你都是买一堆，是不是也花不了多少钱？有钱没钱都可以玩，所以说深受大家的喜欢。它就像过去的零钱一样，因为发行量比较大，但是现在玩这的也不少，明白吧？所以说我给你按个卖，我买回去肯定多多少肯定也是赚钱的。看你老板怪实在，跟你说，我今天晚上给二爷打着点好的，给他买点肉，买点好吃叫他那可以。然后再孝敬孝敬他，家内我再给他多少再给他弄来点，是不是？那可以。弄来点，然后我多给他点钱的是吧？那行，给的价位也不低。那行，那这样吧，我这些东西我先给你收了，中吧？再一个一个的数，好不好？走。我给你数数看有多少，算多少钱？那1000多斤，咱到时候最后再说。走，你要这先给我算清楚，再弄上来，是吧？行。不做什么行业，不知道这个行业的热闹。今天一位小伙子来我店里，拿了一个红色的包，里面装了一个老年人戴的这个项链。这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其实，说是让我们来鉴定真假，其实有2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自己不确定是真是假，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鉴定来估价，无非也就这2个。然后我拎到手里面之后呢，我肯定要问一问它的来龙去脉啊，这是谁的呀？小伙子说这是奶奶送给他的说是去香港旅游花了好几万买的奶奶现在送给他了他也不确定是真是假，就让我来看一看我说呢，这个看着不真点你看它这个是绿玉髓的它不是玛瑙的，它要是玛瑙的就价值不菲了我说你看这个项链扣也黑了就凭这2点我们就能断定它这个项链不是真的其实就是绿玉髓的嘛绿玉髓的大家都知道它这种东西呢就是很像翡翠的一样东西，但是它这个镶嵌特别的简单我让他特别看了一看它这个镶嵌，它这个镶嵌没太多讲究，就是做工非常简单。这小伙子呢也是半信半疑毕竟我说的话有时候他会产生怀疑，他就说这是奶奶旅游买的，去香港花了好多钱你这给我来把它全盘否定了。可能他心里想的比较高，但是经过我这一说他有点不相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质疑归质疑我讲真话，我说这个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对不对？你既然来找我，就是相信我，我不会欺骗你的所以说到最后呢，这小伙子也是很无奈感觉就是半信半疑吧。我觉得他走出我这个店肯定还是要去其他地方鉴定的我看完了这个项链呢，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条项链就是反正就是不是真的吧。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好东西你看看看我这秤给你救我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几十年的秤了。几十年了？秤牌几十年了。那我那可几十年了。那你这个你看看呢？你看秤杆看啥？我这镶金边的镶金边的。你看秤牌。秤牌都用烂了，你看可好的秤牌我这秤牌是哪的呀？这好都烂了，有啥好的呀？是不是？你这镶金边。这别看这个秤破。你知道救我多少命那门了。一家人都靠他。成天掂着秤牌那你今个咋舍得卖了不要生意这咋舍了了？过去都住着生意都用着现在用不着了，谁还掂秤牌呢？那对，是不是？这秤牌咱烂了。秤牌那都是时间长了嘛，几十年了。那几十年也最多20年呗，20年。20年。30年多，我都多大嘞？30年才多。50、80了，你看。这是很一般的秤，你都咋跟你说嘞？光给你20块钱，你不卖吧？ 50块钱吧。
50这还是金边儿。金边儿，你这过去的老式的祖贵啊！你这铜哎，你这我都是50块钱买回去也没啥用，知道吧？现在你要是买新的是买不来了，但是这旧车。现在你真正的你早都买了，你也买不来了。你知道那个就是咱这收废品站，过去我的纪念啊，你的纪念，那你这50块钱卖了也管，那你这个东西咋说嘞？废品站这些东西到处都是，俺说实话，大爷20块钱俺都卖不了。哎，你叫俺卖，说实话都是这，50都50吧，给你反正给你弄回去吧。哎，你救救我的难，你看我哪里？中，好，就这吧，你拿回去吧。好，拿走吧。好。曾经拍过一个视频，就是在家用打火机来鉴定黄金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打火机来烧。今天碰到一位用打火机来烧黄金的朋友，把现在他手里的黄金都燎黑了，就是不确定黄金的真假。他也很纳闷，为什么我的黄金都烧黑了？不是说黄金烧不黑吗？其实他的这个黄金首饰比较重，也比较厚实，属于块头比较大的。最主要是打火机的温度很低，而黄金的熔点将近900度。用我们普通人的话说，用打火机烧黄金就是小马拉大车，往往到头来就是黄金烧黑了，最后也没有鉴定出黄金的真假。其实鉴定黄金的真假非常的简单，刚才他递给我的一瞬间，我接过来有种沉甸甸的感觉，一块半不大的东西，称重有11克之多，如果换作黄铜，顶破天也就6、7克左右。再看用打火机烧过的黄金，稍微的找张纸就能轻而易举的把燎黑的地方擦拭干净。如果是假的黄金首饰，用打火机烧过之后，燎黑的痕迹是擦不掉的。所以在家里用打火机烧黄金，碰到大件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可以参考的。当然有些对黄金首饰完全不懂的朋友除外，别什么都拿打火机来烧。你比如在地上捡的不明物体，可以在家尝试性的烧一烧。如果在金店买的，千万别尝试烧着玩，因为您稍微不小心，可能一件好的首饰就会因此被破坏掉了。所以用打火机来辨别黄金的真假还是有理可循的，关键是要掌握住对的方法，不然到头来还是会像视频里开头的这一幕一样，我用打火机烧了，结果燎黑了。不是说黄金烧不黑吗？黄金还是真的黄金，黑的地方那哪是烧黑的，明明是燎黑的嘛。大家觉得呢？